他们怎么敢这么做？哎，皇阿玛，叫你不要多嘴，你偏管不住自己嘴。皇阿玛问到了，我能不说吗？哎，别说。李德全，那我猜猜，这件事，军机处为什么不奏上来？回皇上，八爷他们吩咐了，说皇上您正在养病呢，所以就……是谁煽动他们卖地的？皇阿玛，您龙体欠安。说，这好像没人煽动，是他们看见这么多官员反对，认定朝廷的新政肯定推行不下去了，这才争先恐后的把地都卖了。皇阿玛，您吃药。不喝，拿开。三爷，让我来吧。皇上，喝药吧。国事反剧成这个样子，你13叔，又得了这个病，你阿妈的身子骨，也不如从前了。我看你们呐，也该出来做点事了。坐吧，坐。这事阿玛不说，儿臣也要说了。皇阿玛虽说睿智天纵，但九州万方集于一身，宵衣干食，日理万机。您就是铁打的人，也会熬出病来呀。这几年，四弟多少帮阿玛分了点劳，儿臣和洪昼却未能替阿玛分忧，心中常感惶恐。阿玛，父有疾，儿当服其劳，有什么事您就下旨吧。就算儿臣一时片刻做不好，也可以跟阿玛和13叔他们学呀。眼瞅着您累成这样，儿臣却在一旁闲着，心里难受啊。有你这片心，就能出来做事。你说说，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呀？推行新政。推行新政的当务之急是整顿其务。为什么呀？说说理由。回皇阿玛，新政好就好在利国利民，摊丁入亩，火耗归公，绅士一体当差，一体纳粮，已经见了成效。就是瞎子，只要不存成见，也能知道它的好处。唯有整顿其务，牵扯到旗人，其中许多阻碍，弄急了有伤国本。可是不整顿又显然不行，所以儿臣以为，整顿其务是急中之急。你这话似是而非呀。真正的国本，最要紧的急务，是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、火耗归公，还有士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的新政。整顿其务虽说重要，这不过是满人窝子里的事情。虽说急务，也不是什么急中之急呀。既然你已经提到了，就说说如何整顿其务吧。旗人归8旗管，而现在由直隶总督来整顿。
就存在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。儿臣的意思，把八旗的旗主叫来，由他们对本旗进行整顿，这样就能如臂指使，顺理成章了。这话是谁对你说的？回皇阿玛，这几年儿臣虽然没有当差，对朝廷的政务却不能不关心，这些都是儿臣和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深谈中得来的。这件事交给你去办，能不能办好啊？回皇阿玛，儿臣办不好。怎么讲？整顿旗务是个得罪人的事，您想，八叔那么厉害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敢管得太紧。我想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旗人各有所属。儿臣之所以叫各旗的旗主来进京整顿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看来这些年你确有长进呐。这件事容朕想一想，再做决定啊。做吧。这，洪州啊，儿臣既没有三哥的这份心思，也没有四哥办事的能力，只是身子骨结实，指望能把皇阿玛的病移到儿臣的身上，就算替皇阿玛分忧了。洪州，来。你的孝心，阿玛知道。可是作为皇子，光有个好身子骨不行啊！要多读点书，常练练骑射，有了正经本事，才能为朝廷当差呀。不要老是跟那些和尚道士、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。这，你们归安吧。皇阿玛万福金安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备驾。朕要去军机处。皇上，这少啰嗦，备驾。这。13爷，来喝点药。皇上驾到！13爷，皇上，躺下，躺下。皇上，您龙体欠安，外面又刮这么大的风，您来看我干什么？洪石啊，曾经对朕说，他想让八旗的旗主一同来整顿旗务。朕觉着有些道理。
倒不是说这些奇物非得他们来整顿不可，而是叫他们来一块儿来听听。朕推行新政啊，是为了江山社稷呀。哎，免得到时候这些人又来掣肘。奉天那边的铁帽子王，一向都是八哥负责联系，离开了他，只怕很难办呢。交给他办，臣弟有点担心呢。让他去办，翻不了天。哎，这个人呐，一向水深难测呀。正好借这件事，看看他心里头究竟是些什么打算。要是脓包，迟早得挤了他。既然是这样，就叫红石跟八哥他们一起去办这事儿。一来让他们历练历练，二来啊，也好有个耳目。弘历啊，朕不愿意让他卷进去，打算着让他到江南李卫那儿去。一来呢，可以到下面体恤民情；二来啊，也可以让他多积点人望。遇到皇上这么一个好父亲，弘历真是有福啊！诸位王爷，想必我的信都已经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圣经的事我们也听说了。八爷，皇上推行新政，汉人们有意见，齐人也有意见。八爷，我们就想不明白，放着好好的祖制不尊，搞什么新政？这一点根本就行不通。八爷，咱们得说句话呀。诸位王爷不在北京，不知道我们的难处。咱们这位皇上从来都是听不进别人的话，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社稷为重，祖制为重，也不能皇上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呢？叫咱们来就得听咱们的，否则请咱们来干什么呀？诸位王爷说的虽然有理，但是现在不比以前了。太祖爷在世的时候行的都是八王议政，凡大事都是大伙拿主意嘛。我真担心呐，我大清的列祖列宗辛辛苦苦创下的江山，那咱们就更不能不管了。不光旗务，政务也要管。那就等于由八王议政取代军机处辅政的制度，我看势在必行。八爷，这么干，你拿个章程，咱们绝不含糊。好，好。
既然是八王议政，这个章程还应该大家一起来拿。联亲王这件事办得不错呀，几个旗主王爷都赞同朝廷整顿奇物的宗旨。这就很好啊。皇上，听说几位旗主王爷都带了本旗的兵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请了旨，朕同意的。他们的意思啊，既然要整顿嘛，就连骑营兵一起整顿。因此啊，从关外派了一些骑术娴熟的骑兵，来帮助训练关内的营骑兵。洪守洪州啊，儿臣在。你们这就带朕前去看看几位王爷，礼节上一定要多尊崇一些啊！告诉他们，朕今天忙于梳理明天朝会的章程，就不见他们了。等明天朝会的时候，一块儿见吧。末将参见八王爷和4位旗主王爷。不必多礼。4位旗主王爷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丰台大营提督，这位是西山锐剑营的提督。京城的防务由他们2人负责。叫你们来，是商量一下整顿2个大营兵务的事情。整顿大营兵务。是的，皇上请4位旗主王爷进关，共同商讨整顿旗务。其中一项就是要整顿旗营的兵务。这4位就是4位旗主王爷带来帮助你们整顿兵务的。末将领命。八爷，不是末将驳回，军队的防务没有圣旨或是13爷的手令，末将不敢擅自接受。圣旨明天我就可以转发给你。今天，他们4位和关外4000铁骑就分别进驻你们的大营。八爷，不是末将不相信您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既没有皇上的圣旨，又没有13爷的手令？你是哪个旗的？回王爷，末将是正黄旗下。上3旗。难怪说要整顿旗务，一个小小的提督，竟连总理王大臣的话也敢不听。回王爷，末将直接听命于13爷，这是皇上钦定的。好了，你们先在这等着，待会儿会给你们皇上的谕旨。皇三子和皇五子到了吗？回八王爷，马上就到。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们，可你们说话得算数。我服的是皇三子洪石。舅舅，您想想，这个时候除了服洪石，太和殿那个位置，谁还能坐稳呢？就是。好吧，这次就是再服错了一个人，我也认。好。参见2位皇子。让4位旗主王爷进京，整顿骑营兵务，是皇上的旨意。五弟，你也听到了是吗？没错，这句话是皇阿玛亲口说的。现在可以接令了吧？末将遵令。 4位参领，现在就率领各自的骑兵和2位提督分别进驻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。
在此期间，2个大营的防务由你们6个人共同负责。这。哎，三哥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啊。什么不对头？皇阿玛是说过让旗主王爷帮着整顿旗营，但并没说让他们共同管理防务啊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是皇阿玛亲口说的？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别说了。要是皇阿玛不同意，明天再改嘛。走，去。对，去。这个章程啊，待会儿就在朝会上颁布。哎，折腾了一宿，你们也累了，我看就到军机处去歇歇吧。嗯，这。皇上，您赶紧歇歇吧。没事儿。是有点累了，朕感到有点饿了，弄点什么来给朕吃吃。真的饿了。隆可多那里怎么样了？都说好了。现在至少有90%胜算了。这还有1成呢。还有1成，不是人算，是天算。好香啊！好，味道很好啊。这东西啊，不像是御膳房做的嘛。是我做的。你怎么知道朕喜欢吃这面片啊？那次皇上说过，曾经在五台山吃过我们山西的面片儿。您还说，到现在还记得那股香味儿呢。难为你还记得。我们家乡要生病才有这个吃。您不信啊？我们村里就有这么一个人，想吃面片儿，想得发了疯，他跑到土地庙去求菩萨。他说：“菩萨，您大小给个病吧，别叫送了命，姜醋面片儿喝上一碗。”看来朕这个病得的还值啊！皇上，您可不能病。咱们大清国不能没有您，天下的百姓更不能没有您。皇上，您可千万不能病。
早晨的空气真好啊，陪朕出去走走好吗？侄儿给13叔请安了。洪州啊，你也来参加朝会了啊？侄儿懂得什么呀？瞧瞧热闹罢了。啊，哎，你可不能只是瞧瞧热闹，什么事儿呢？都得留点心，多学着点儿。也替你皇阿玛还有13叔呢分点担子啊。是了。啊，走吧。哎，13叔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丰台大营、西山锐剑营的防务，都让旗主王爷们共管了。停下！13叔，13叔，13叔，洪州啊，回去告诉你阿玛，就是我的病又犯了，我去看看太医。洪州啊，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，不要再跟别人说，啊，去吧。是了。啊，掉头，回去。13叔，快点，快！皇上驾到！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阿玛，13叔病了。啊，病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回皇阿玛，不很要紧，也不很不要紧，语无伦次。到底要不要紧？是，他说先去看太医，好一点就来。朕先为在京的官员介绍这4位旗主王爷。这第一位是镶蓝旗旗主简亲王乐部，第二位是镶红旗旗主东亲王永信，第三位是正蓝旗旗主睿亲王都洛。这第4位呢，是镶白旗旗主果亲王承诺，请这4位旗主亲王进京，是为了一同商议整顿旗务。啊，请坐吧。
朱陈公，今天召集朝会，主要是和大家一起共商新政大计。朕让李卫他们在江南实行摊丁入亩，火耗归公，不出2年时间，已经卓有成效了。这2条新政已经陆续在全国推行，国库为之充盈，穷苦百姓的负担呢，也是明显的减轻啊。由此可见，除旧布新，那才是治国之常道。但是朕让田文镜在河南实行这个士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，就受到了重重阻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条新政有损于士绅的特权。圣人说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呢。咱们士绅还有旗人，都是国家的臣民，为什么就不能当差啊？为什么就不要纳粮啊？田文镜在河南实行这条新政以来啊，河南的赋税明显的增多呀，黄河大堤没有要朝廷的1文钱，已经全部修筑完工。由此可见，这条新政对国家有利。打住各个关口，然后从4门同时进入。没有我的手令，一兵一卒也不许靠近大宁郡。这，走。打今儿起啊，朕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这3条新政。同时啊，旗务也要加紧整顿。奉天的几位旗主亲王已经来了，等会议一完，朕还要专门安排时间和你们共商具体事宜。以上所说啊，都关系到我大清的气运国脉，所以请大家来啊，不是听听而已，而是有什么好的调陈建议，现在就说啊，言者无罪。臣有话要说。皇上刚才说新政如何如何好，可臣等在奉天听到的却不是这样。我们听的也不是在道，肃静。刚才皇上说了，今日朝会言者无罪。东亲王有什么话接着说。当然要说，皇上刚才说了2个人3件事，臣等几个听了都有异议。一个李卫，什么人？不过是皇上在前邸的一个小厮奴才，大字儿不识几个。皇上尽派了他2江总督，还就他实行什么新政，乱出告示，竟然把叫花子也用上了。这不是扫我们大清朝廷的脸面吗？还有一个田文镜更不像话，专一和康熙先帝爷选拔的官员作对，和士绅们作对，专横跋扈，弄得天怒人怨。可皇上却一味的庇护他，反而把一些忠臣清官杀头的杀头，革职的革职。这新政既然好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反对？这些都是臣等不明白也不赞成的地方，请皇上把这些都说清楚了。对，请皇上给大伙儿说清楚了。是啊，我们大伙儿说清楚了。
永信，这些话是谁教你说的？皇上，这话还用得着人教吗？您看看，这满大殿的人，谁心里不是这样想的？就是对呀，是这样想的。人心这个说呀，这个心事啊，有多少清官啊，带多少个地当，我们这说笑话，这不行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好啊，原来是逼宫来了。这是自己人。也可以算一个。这些也是忠诚之臣。这几个是科举朋党一案的人。还有八爷党的人，老13呐，老8。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你也要攻击田文镜？是，臣对田文镜、对新法是有些看法，但臣现在说的不是这个。你想说什么？臣要参一个人。谁？东秦王永信。啊！参我？他是谁呀？永信，你给朕坐下！我们找你说。第一，朝廷明诏我们都看了，说得清清楚楚，请几个旗主王爷来，是为了商量旗务。东秦王为什么一开口就干预朝廷的政务呢？这是明目张胆的越旨。第二，东秦王虽然是世袭王爷，但也是臣子，一上来就连续向皇上逼问，毫无人臣之力。圣人有惩罚在，朝廷有理智在，请东秦王即刻向皇上谢罪。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回皇上话，没有了。王文正，你要挟权论证吗？皇上都说了，今儿个言者无罪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啊？还叫几位王爷不说话？你好大的口气你！啊，你算什么东西你？哼，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满人的一条狗啊！几篇臭文章，侥幸得了个状元，你他妈就敢这副嘴脸啊？修爷，是个傻不可容，呸！
呸！我骂你了！狗狗狗狗狗，买了一条狗狗！快，谭先生，传太医。这